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Z 系列。4月真的是还蛮兴奋的哦，就是除了Emotion 乐行的 V10，然后又在同一个月，我们又有拿到了这个 Number1 的 Z10。应该说这2间公司都很久没有出新的独轮产品，我们也是苦苦的等，痴的等，都等不到他们出高续航的。然后又这么巧，又偏要在同一年的同一个月哦，都同时出了自己的这个旗舰车。Z 系列总共有 Z6、Z8 跟 Z10。那我们这边收到的这款样品是 Z10，Z6 跟 Z8 跟 Z10 3款，分别速度是35、40跟45。其实这远远超越了我们觉得安全的一个限度啦。所以说，这款 Z 系列在我们进来台湾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它限制在时速30，不论是 Z6、Z8 还是 Z10。总之来台湾，它的最高时速就是30。我们觉得这样其实真的是比较保障车友的一个做法。这个 Z10 的电量是1000瓦时，重量的话就比较恐怖了。我们实际上去称大概是25公斤左右。其实 Z6 跟 Z8 稍微轻一点，但是也没轻多少，就是差不多23.5、24公斤。对，重量真的是我们那时候拿到这个乐行的 V10就觉得它已经很重了20.6公斤。没想到还可以更夸张。对于女孩子啦，或者是手臂比较无力的人来说，这台车是不那么友善啦。你要用这个续航力跟它的这个超大的电机，要享受这个好处的话，就必须用这个重量来换。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外形好了。当然我们一开始看到就是很不错的这个质感嘛。胎的话，宽是4.1寸，然后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是不觉得它是一个18寸的，实际上量了以后是真的是18寸啦。只是给他感觉好像没有这么大就对了。头灯，这其实它是它的这个头灯跟日行灯结合的一个部分。开机，开机以后可以发现它的日行灯是常亮的。那目前的话就是找不到地方可以关掉，也就是说只要你开机，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一直常亮着。那如果说开关在持续的按着的话，就是把这个灯打开跟关闭，长按关闭。然后这一次的话，他们把这个充电口做到了前面以往这个纳恩博都是把充电口做在后面的就是这边直接就可以充电了。一个超大的橡胶软塞，我们把它盖回去。电量显示一个 label， 然后上面是蓝牙连接那下面的话应该是还有一个限速的一个图示那如果你没有在限速状态下的话，基本上它就不会显示这个限速的图案了。对 ，OK， 那这就是开关。短按的话是开机跟关机，长按的话是开灯跟关灯。接下来讲它的这个推杆，推杆的话其实跟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形状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一开始的设计稿的时候看到这边是弧形的圆形的然后后来出来变成这样子，那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他们可能最后定调是定这个吧。我们把它拉起来，然后手就直接拉这边推不过我个人感觉不是那么好的地方就是。它没有一个定位的一个卡榫，也就是当你把它拉到最上面的时候，我就很习惯要有一个咔一声，然后让你知道说，你现在已经拉到底了，然后它必须要按一个按钮才有办法收下来，可是实际上它并没有所以说就是你把它拉到上面了，然后你不是很确定它是在最顶部，然后推的时候有可能会稍微缩下来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这部分就是没有让我非常满意。然后而且它是伸缩的嘛，就之前我讲过，就伸缩的就是这个东西一定会越弄越松的，是不至于到断掉，但是就是会越来越松，然后不过实际上推起来是还可以啦，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就是说使用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就觉得细节有一点还可以加强。OK， 收回去。还有这个土厨跟这个推杆其实都是选择性的安装。就是它一开始都有含在这个包装里面，但是你可以选择装或不装。那我们是当然是选择装啦，因为我们觉得这么重的车不装推杆基本上不太可能嘛。然后土厨的话是有时候地面湿湿的，你还是必须要装这个会比较好一点。对，好，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这个警示尾灯警示尾灯可以选择关闭。不过我们现在是打开的，然后它真的是还蛮大蛮亮的，所以我感觉是还不错。这个东西在晚上骑行的时候蛮安全的。OK，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侧面吧。侧面的面板的这个纹路3款都不同。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 Z10的，比较像是一个仿carbon、仿碳纤维的一个面板。那Z6跟Z8分别会是不同的纹路因为我们目前也没收到这个 Z6跟Z8一样车，所以就没办法展示给大家看总之是不同的。好，那再来讲一下这个踏板好了。看到这个是觉得蛮失望的，因为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它是造型是比较大的造型是非对称的，而且比较大，然后是前面宽，然后后面收窄。总之就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比较新的设计吧。就没想到收到的时候变成这样子这个就是也不是说不好啦，就是传统的一加的踏板这样子。就是我们觉得以这台怪兽车来讲，这个踏板是不是稍显小了一点？我们本来期待它应该是要一个为 Z 系列特别定做的一个大的踏板，结果没有。本来猜测是说，会不会是这是样品车，所以车才这样。不过我们后来检查了一下这个产品说明书，产品说明书也的确是画这个形状，所以估计就是这样定调了，就是踏板应该就是这样子。所以踏板也不是不好，就是没有给人家什么惊喜。好，这边金属，然后部分是这个PU 的防滑条。这样子的设计在天气好的时候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有一点毛毛雨或者是地上湿滑，就是说你鞋子踩水了再沾的话，其实这个摩擦力是不够的。所以说如果说这个要骑得稳的话，其实还是要自己再切砂纸再贴上去这样子。OK， 那这就是我们 Z10这一次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规格。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它的骑感好了。骑感的话，我们其实骑的这台车也大概我大概骑了30公里左右，其实不算是很长，不过30公里也算是 OK， 能够稍微感受一下。尤其我们有骑到这个新店碧潭就是阳光公园这边一路骑回这个台北中山瑞德，所以这一段其实也还蛮长的然后包含也有各位车友来骑，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可能是我们1年多以前看到这个 Z 系列太惊艳了。所以对它的这种越野款的这种骑感有很高的期待，就是说哇宽胎，然后又18寸应该是过障碍能力非常好，崎岖的路面就直接碾压过去，没有任何感觉，应该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我们真的去骑以后得到的真实的感受是，速度快的时候的确真的很稳我所谓速度快的时候，大概就是时速20、25到27、8左右，这是我所谓的速度快可想而知嘛，因为你用了一个将近摩托车的一个轮胎的这个胎宽去骑，时速20几，其实它本来就应该很稳 ，OK， 这没有问题，高速的时候非常稳。但是在过这个高低坡上下可能有4、5公分左右的这种高低的时候，它竟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耐震应该说是这么吸震。因为我们想象说，哇，18寸又加上这个胎理论上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感觉。没想到当在过这个高低坎的时候，感觉还蛮大的，就是这种上下颠簸的感觉还蛮大的。当然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不过我猜啦，应该是因为这一次用的是这个高速胎那这种高速胎就是无内胎的嘛，所以说它的胎壁首先就比较厚、比较硬，它的型基本上就固定在这边了，所以。即使我们胎压它的这个建议胎压大概是30左右，我们就是打30。那各位有在骑都知道，其实胎压30对一般14或16寸一般胎宽的这个独轮车来说，都算是偏软的了应该是比较不会弹跳的但是Z10我们打30仍然觉得很硬很弹跳那估计就是这个原本这个轮胎的型就是固定在那边的，就还蛮硬的所以说。在过这个上下颠簸的时候，其实感觉还是蛮明显的。对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的确是我们期望太高这样子。那再来是它的这个车比较宽啦，我们讲这个车的这个厚度，骑在这个车上面并不会感觉特别别扭，因为你的脚也就还是直直的放着但是女孩子如果说身高比较矮一点的话，那你骑这台车感觉就会腿很开就是坦白说骑起来没有这么好看啦。如果要以这个同样都是旗舰车的话，女孩子可能会比较喜欢 V10的这种造型多一点，因为V10它怎么说，它还是比较瘦长、比较瘦高的车型。那Z 系列的话是比较矮，然后宽矮胖的车型，所以脚放下去会更开，所以可能女孩子除非说也是比较身高比较高的。
那你站在上面的时候，这个腿开的状况才不会看起来特别的明显。好，那至于在骑的人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Z10其实是没有软垫的，不像这个以前的1加，1加这边是一块软垫嘛。A1S2 虽然说原本是没有软垫，但是它仍然可以额外加。那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 Z 系列是本身没有软垫，然后目前没有出额外的这个软垫让你贴，所以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我会觉得很怕说哇完蛋了，这个一定骑久了小腿会很痛，因为这个顶扣扣硬硬的。没想到可能是车型的原因吧，就是小腿其实并不会很长的去靠在这边。跟我之前骑过某些没有软垫的车比起来，它比较不会说这边有压迫。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的造型就是这样子，就是比较顺上来的，而不是说这边有凸一块起来。如果说这边有凸一块出来，然后又很硬的话，那我相信这台车骑起来，小腿一开始一定会很痛，不太适应。那目前的话是没有这个问题，对。好啊，接下来因为其实不止我在骑啦，就是包含店长，其实最近这几天也是骑 Z 骑得很卖力，而且他也有骑 V10跟 Z 的一个刻意去感受他们不同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也请店长来跟我们讲一下说，Z 的骑感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好，我是店长。那讲一个比较切身感受的，就是说，当我们在骑乘Z10的时候，在高速的状态，比如说30那它会往前沉下去，没错，但是它会帮你慢慢拉水平，拉踏板拉回水平。我觉得这一点的骑感对新手如果新手晋级到 Z 系列，不管 Z8、Z6、Z8、Z10，对新手是一个很好的设定。那再来就是说，Z 系列呢，如果要跑一般的产业道路，或者说草地的越野的话，我觉得新手是很容易能驾驭的。那再来一个部分是说，由于它的宽胎，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就是说，如果我们有遇到直行的路面的一个高低差的时候，跟一般以往我在骑 V5、V8 或者说 A1， 通常这种小轮径的 2.125 宽度的车子的时候，我通常会被带偏掉，都会被拉走。那唯独在骑 Z 的时候，我有刻意的去测试，就是直行的高低差。那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体重的关系不会被拉走。那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啦。那大家也跟着车子到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这些我测试的一个差异性。对，所以我觉得重量目前来店里面的女生抬过这个以后的感觉都是这个不适合我。对，那我们觉得你知道，就是 Z10是这个重量，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但是我其实很期待说，它的 Z6那能不能重量轻一点？比如说，也是20公斤、21公斤，我觉得可能也稍微有点吸引力嘛。结果没有，这个 Z6、Z8 都还是就是跟 Z10其实差不了多少，差不到2公斤。对，所以我个人觉得哇，其实是很吃使用者的身材的一台车。相较起来，我觉得可能V10就没有那么多限制啦。当然，它的越野能力可能，我说可能，因为我们实际上还没有测，就是说可能会比较差一点，因为毕竟胎比较窄，对，然后又比较小。可是坦白说，那个小就是你实在是感觉不太出来，因为16寸跟18寸，你原本以为说会是一个很肉眼就很明显，然后骑感也很明显的一个差异，但实际上我们骑了就是这将近也快1个月了，我就觉得好像我怎么觉得它还是16寸的这个大小然后 V10虽然说是16寸，但是怎么骑起来像18寸？对，虽然 V10也是所谓的重车，也是所谓的高续航车啦，但是它好像就是比较中性一些，女生骑也不会显得太 man。Z10就是一个很阳刚、很 man， 有点像那个蝙蝠车啦。蝙蝠侠不就是那种宽胎，然后雾黑，然后这个整个流线，我觉得它屁股这边是真的很好看。我觉得纳兰博的 ID 真的是没话讲，他们的这个工业设计真的是外形也好、细节也好，都搞得非常的棒。好，所以说之后我们当这个 Z10大货到了，有很充裕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再拿出来跟这个 V10做一个 V10F 啦，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 compare， 就是做一个这个比较这样子。因为这其实不是小钱，就是3万多嘛，4万、5万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会尽量就是让大家知道的比较详细一点。好，那如果你有要体验就是我们的 Z 系列或者是 V10系列的话，就请先来店，就是打电话给分店问车是不是在那边，然后就欢迎你来体验。那
整体来说啦，这2台车目前给我们感觉都没有让我们失望，只是各有一些强弱而已，这样子。好，那就是这一期关于这个RIS的这个简单的介绍。好，那我是凯夫，我是店长，拜拜。